叫孙二流，五行全缺。在我3岁的时候，弟弟夭折了。10岁那年，我娘又怀上了。没多久，我爹车祸离开了我们。我娘伤心过度，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又没保住。我有个亲叔叔，是个哑巴，他到20多岁还打着光棍。我爹去世后，小叔对我们娘俩照顾有加。没多久，村里就有了风言风语，说小叔肯定是把我妈睡了，所以他才会对我们娘俩这么好。我娘看上去柔柔弱弱的样子，骨子里却有一种农村妇女特有的贞洁。奶奶琢磨着这家怕是留不住我娘，暗地里竟然打起了匪夷所思的念头。没过几天，奶奶突然煮了一大桌子菜，还搬来一坛子老酒。奶奶叹了一口气道：“老婆子虽然年纪大了，可耳朵不聋，哪里不知道村里面的那些流言？只是咱家已经少了一个顶梁柱，咱们娘俩都是命苦的。我这个当妈的，求求你，再怎么艰苦，咱们这家人也要一起搀扶着走下去。”奶奶的一席话说得情真意切，我娘听得眼泪汪汪。后面他们又唠了很多话，可我一句都没听进去，因为奶奶给我也倒了半碗酒，我早已经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等我第2天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家里出了大事情，娘和小叔竟然都光溜溜的睡到了一个屋子里。我娘发了疯似的把小叔踢下炕，穿上衣服就要回娘家，可奶奶却拿着扫帚堵住房门，不让我娘走。奶奶喊我小叔把媳妇拉回去。小叔迟疑了一下，他抬头看了看我娘，眼神里闪过一丝愧疚，但到底还是上去帮着奶奶把我娘撵回了屋子里，锁上了门。我娘的哭声凄厉无比，让奶奶放她出去。1个多月后，我娘又害喜了，怀上了小叔的孩子。娘的肚子很快就大了起来，她也似乎认命了，没有再吵再闹。奶奶对娘的戒备也松了下来，终于把娘从屋子里放了出来，还叮嘱我小心照看着点我娘，别让她肚子的娃儿再出什么差错，可怕什么就来什么。我娘临盆的时候，没多久就听到我奶奶在房间里大骂，说我娘这个扫把星就是来克他们家的，把他的儿子克死了，孙子也克死了3。很快，产婆捧着一个破布团走了出来，那个布团渗着乌黑猩红的血。我想揭开布团看看，小叔不让，直接捧着布团往后山走。我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就跟着小叔来到后山，挖了一个坑，把布团给埋了。我们回到家的时候，看到院子外面围了很多村里的邻居，奶奶一直在院子里骂我娘是个杀千刀的，专门克他家的男人。我听着心里很难受，朝着我娘的房间走去，想去看看她怎么样了。推开房门之后，我看到前面吊着一个人，是我娘，她上吊自杀了。我娘的舌头拉得老长，一双眼珠子睁得大大的，好像就要凸出来了，死死地盯着门口，离了地的双脚在空中晃动，吓得我两腿一软，跌坐在地上，然后就大哭起来。外面的人听到我的哭声，全都围了过来。小叔马上把我娘抱下来，放在床上，用被子盖好。奶奶抱着我的头，让我别怕，又让一脸痛苦的小叔用席子把娘的尸体裹住，扛到后山挖个坑埋了。我当时15岁了，懂得也不少，不想这么草率的把我娘葬了，所以哭着跟奶奶说把我娘葬的风光点。奶奶却说你娘就是专门来祸害我们家的，花这钱不值当，不如留着给你念书。小叔盯着娘的尸体看了许久，一咬牙出了门。奶奶问他去做什么，他也没反应。过了10几分钟，小叔带了几个人回来，领头的是我的大爷爷。我爷爷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就是我大爷爷，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姑婆。大爷爷的脸色有点难看，进屋之后就说我奶奶太过分了，人在做天在看，先不说我娘是怎么死的，但是他再怎么也是孙家的人，而且为这个家留下了一根苗，如果死后连一个葬礼都没有，别人以后肯定要戳我们孙家的脊梁骨。大爷爷的辈分比奶奶高，奶奶张了张嘴没说出一句话来，然后狠狠地瞪了小叔一眼，一个人回房了。很快乡里乡亲一起帮我们在堂又扎了一个灵堂，最后小叔帮我娘净身之后装进棺材封起来。这一忙活都已经到晚上了，我穿着麻衣坐在灵堂边上守灵，小叔就坐在我旁边。来帮忙的那些邻居都回去了。到了下半夜的时候，灵堂里静悄悄，好像已经与世隔绝了，让人有些怕。我正有些困意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细微的声音，这声音像是女人的哭声，还夹杂着抽泣声，很悠长空灵，还很凄凉，好像一直在脑子里萦绕，挥之不去，让人闻之落泪，又觉得毛骨悚然，像极了电视里的鬼哭。我吓得扑在小叔怀里，一动不敢动。过了几秒钟，这呜呜的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凄厉，就像有个女人附在耳边哭泣，哭得肝肠寸断。这时已经明显可以听出，哭声是从我娘的棺材里发出来的，而且越传越远，像是回音一样在空中飘荡，久久不散。奶奶突然从房间里冲了出来，气急败坏地对着我娘的棺材一阵大喊：你这个害人精，又想来害我们家是吧？信不信我把棺材砸了，拆了你的骨头，把你挫骨扬灰？我小时候就老听奶奶跟我讲，山里人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还说人怕鬼3分，鬼怕人7分，叫我看到了也别怕。可能是奶奶真不怕这些东西，还用脚在棺材上一阵猛踹，嘴里一直骂骂咧咧。小叔最终看不下去，过去把奶奶拉开了。不过经奶奶这么一闹之后，我娘棺材里发出来的哭声越来越小了，最终全部散去，恢复了之前的死寂。奶奶狠狠地啐了一口，
也不让我守灵了，硬拉着我去他的房间睡觉。第二天我是被吵醒的，我匆匆忙忙跑出去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只见小叔手里拿着一把菜刀拦在娘前，在他前面的是一群拿着铁锤和锄头的邻居。原来昨天晚上村里有几个1、2岁大的小孩无缘无故死掉了，他们都是躺在床上毫无征兆就死了。村民都说跟昨晚屋里传出的诡异哭声有关，认为昨晚娘害人了。为首的一个中年男人口沫横飞，这个女人就是个害人精，今天说什么我们也得把这砸了，省得她再来祸害人。听到他们这么说，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棒子，怒视着这帮人。这时候奶奶骂骂咧咧的走到小叔旁边，老二，你犯什么糊涂？这个女人克死咱们家4条命，现在还去祸害别人，你别护着她了，就让乡亲们动手。奶奶这么一说之后，中年男人就带着人往屋里冲。小叔猛然扬起菜刀，却被奶奶一把抱住。小叔的手停在半空中，他说不出话来，只能放声痛哭。眼看着他们就要动手了，我拔腿就冲过去挡在中间。中年男人一把就把我推倒在地上，小叔惊叫一声，跑过来把我抱在怀中。我们2个男人就这样无助地看着这些村民抡起大棒子一阵打砸，不一会全都被砸了。我真的很悲愤，小叔也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一坐就坐到了傍晚。山里晚上天气凉，我有点冷，就回房换了一件衣服。刚换完，我听到外面原本静悄悄的屋里传来一些声响，滴滴滴的，像是弹珠掉在地上的声音，很明显也很清脆。我以为是小叔在干什么，走出去一看，娘旁边的角落里多了一个小孩蹲在那里。小孩背对着我，只看到他手里有很多弹珠，撒了半地。我看了看小叔，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朝着那小孩走去，想让他出去玩。突然一阵冷风吹过，让我打了个激灵。等我再往角落看的时候，小孩和弹珠都不见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小叔旁边问，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孩在这里玩？小叔茫然地摇了摇头。我心里还是很怕，想着可能是这几天太疲劳了，出现了幻觉。这会儿天快擦黑了，奶奶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跑了进来，嘴里还嚷嚷着太惨了，今天那几个进来闹事的家伙，刚刚聚在赵小强家喝酒，全都给烧死了。人抬出来的时候简直就不像人了，所有人的眼珠子全都不见了。眼珠子不见了，眼珠子！我听了奶奶的话，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脑子里马上就想到刚刚在角落里的小孩，还有他手里玩的咕噜咕噜乱滚的黑白相间的弹珠。眼珠子，弹珠！我觉得自己的后脊梁凉飕飕的，那些弹珠越响越像眼珠子。难道我刚才看到的是真的？就在这时候，奶奶接着说道：“老二，这件事儿肯定是那个女人干的，要不然死的不可能正好就是那些闹事的人。村里的人说要开棺鞭尸，你千万不能去拦，要不然咱们都要跟着遭殃。编完之后一了百了，咱带着二流继续过日子，娘会想办法给你找个好媳妇。”我猛然间明白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奶奶面前，泪流满面的求着奶奶，让那些人别这样对我娘。奶奶根本不理我，我只有看着小叔。然而性子软弱的小叔此时和我一样，只是默默的流着眼泪。大爷爷也带着几个人走进了院子，一个劲的唉声叹气，看样子也是不管这件事了。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紧接着一大波人又冲进了我们院子。他们人多，我和小叔想要守在门口，但是被几个人死死拽住，其他人都冲进屋里，不由分说的就开始砸，发出一阵砰砰的巨响。过了好一会，声音消失了，棺盖已经变成了一块块碎末，但是屋里却变得一片死寂。我猛地一抬头，看到那些人都一脸惊恐的站在旁边，一动不动，好像是看到了很恐怖的东西。我的心里也紧了一下，冲到棺材边上，刚刚探着脑袋看了一眼，我也吓了一跳。我娘的棺材里满满当当的全是小孩的尸体，这些小孩五官完好，只是脸色白的跟纸一样，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被吓死的。这事的诡异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惊恐之余，很快就有人认出了这些小孩，就是昨天晚上死掉的那些。灵堂就在这里，从来也没有人动过棺材，那些本来被安葬在其他地方的孩子怎么会出现在我娘的棺材里？我看完之后也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些小孩，包括那些砸灵堂的人，是不是真的被我娘害死的？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个胆大的人怒吼道：“村里这2天死的人果然是被这臭娘们给害死的，居然还把尸体都弄到一块来了！今天一定要鞭他，让他永世不得超生。他的尸体肯定就藏在下面，大家一起抬出来。”我听到他们还要动手，什么也不想了，紧紧地趴在棺材上，不让他们动手。不管这些人是不是我娘害的，她始终是我娘，我不能让这些人这么做。奶奶这时气急败坏地走过来，强行把我拖走，嘴里还骂骂咧咧：“这骚娘们死了还害这么多人，鞭尸算轻的了，应该把她熬成一锅油，看她还敢不敢害人。”虽然我知道我奶奶的性格，但是她一直在侮辱我娘，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想要质问她我娘这些年到底哪里做错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娘。还没等我开口，村里的人已经把棺材上面那些小孩的尸体搬出来了，但是下面只剩下一些陪葬破棉被，我娘的尸体竟然不见了。屋子里突然就变得一片死寂，连奶奶的骂声都戛然而止，只听到一阵阵急促的呼吸声。
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就连我也感觉到心里有些发毛。我娘的尸体就在棺材里，这些天我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棺材，到底是什么时候不见的？这些孩子的尸体又是谁放进去的？这时有一个人突然狠狠地啐了一口，大声说道：这个臭娘们肯定是猜到了我们要开她的棺材，所以弄了一些小孩的尸体在这里唬人。我们现在就去请个高人来把他的鬼魂给灭了，看他以后还怎么害人。他一说完，许多人都表示同意。我心里又惊又怒，我娘变成鬼了，这帮人居然还不放过他。眼看着他们已经开始合计去哪儿请人，我把最后一丝希望放在了大爷爷身上，走过去让他帮忙劝劝这些人。但大爷爷只是不断地叹着气，把眼睛看向了别处，没有回应我。过了1个多小时，几个村民带着一个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回来了。我认识这个男的，别人都叫他钱道长，是乡里出了名的神汉。眼看着钱道长到了我家，我赶紧跑过去，一边哭一边哀求着：钱爷爷，我娘死的冤枉，求求你别收了他。钱道长摆摆手，和颜悦色地说道：孩子，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娘，今天的法事就是要化解他的怨气，好让他去投胎重新做人，你不用担心。听到钱道长的承诺，我总算放下心来。钱道长指挥2个小伙子帮他布置法坛，转而绕着桌子转了2圈，口中念念有词。念着念着，钱道长走到棺材前面，脸色越来越凝重，长叹一声：这孙家的媳妇是上吊死的，属于横死中最煞气的一种死法，本身就带着非常重的怨气，这口怨气不出，很难遁入轮回。你们后来把灵堂砸了，这怨气是越来越重，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办法了，诸位好自为之。说完，钱道长一拱手就要转身离开。就在这时候，屋子外面传来一阵呜呜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呜咽着哭泣一样，声音拉得很长，凄婉而又悠长，让人心里发毛。屋里的人听了钱道长的话，本来就有些恐慌，现在听到这诡异的声音，所有人都脸色大变，急切地问钱道长这是怎么回事儿。钱道长黑着脸回答：怨气是阴魂的大补之物，这是周围的孤魂野鬼被怨气吸引过来的，你们眼下唯有多多积福，与人为善，方有希望化解。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看着钱道长走出去，我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开坛后，钱道长却拂袖而去，屋里的村民都面面相觑，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慢慢的，屋外的哭声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像是有无数个人在四周哭泣，声音源源不断的从4面8方传过来。屋里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被吓到了，没人敢说话，脸上露出惊恐之色。我也惊惊战战地走到了小叔旁边，我的牙齿一直在打颤，紧紧地抓着小叔的手。有几个胆子大点的人开始商量着怎么办。没多久，只见钱道长失魂落魄地跑回屋子里，脸色都变了，这是遇见百鬼围村了。现在村子外面全都是孤魂野鬼，出不去了，搞不好整个村子都保不住。这句话让所有人现场当下就炸锅，更多的人开始哭了起来，大家央求钱道长无论如何想办法。钱道长紧咬着牙关，猛然间一跺脚，这件事从孙家媳妇而起，也就只能通过他来化解。事到如今，也就只有这一个办法能试试了。开坛做法，速战速决，想办法化解这孙家媳妇的怨气。说完，钱道长看了看我说：二流，你跟你娘是血亲，现在只能靠你了。然后他就伸手拉着我，把我扯到桌子前面。二流，你别怕，一会儿要是见到你娘，就好好跟她说，让她入土为安，早点去轮回投胎。我大喜，钱道长，你不对付我娘了。钱道长没有回答我，让旁边的人一起动手帮他起法坛。很快，桌子上面摆放着一碗白米饭、一碗清水、一炉香，还有2根白色的蜡烛。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孙家媳妇请出来，让他把围村的孤魂野鬼请走。钱道长转头看向旁边的村民，叮嘱道：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惊慌，更不许喊打喊杀。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绝对不许再说什么收了他之类的话。说完，钱道长拿着我的手，在上面轻轻一划，我感到手上一疼，几滴血顺着我的手指流进清水碗里。紧接着，钱道长用一张黄表纸，一段浸在水里，一段放在装着白米的碗上面。淡红色的水顺着黄表纸，渐渐地蔓延到白米碗上面。钱道长一皱眉头，伸手从里面抓了一把白米，哗的一声洒在地面上。说来也怪，那些白米掉在地上，就开始滋滋地向上冒起。没几秒钟的时间，我就看见白米上面散发出来的雾气，渐渐凝聚成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形轮廓。这时候，我听见钱道长说：二流，这就是你娘，快跟你娘说话。然而我把钱道长交代的话全都忘在脑后了。看见我娘的魂魄之后，直接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娘，我想你。钱道长叹了口气：孙家媳妇，你也看见了，这事情闹得村子里鸡飞狗跳，再这样下去，你儿子也会受到牵连。听我一句劝，去把外面的东西请走，别再心存怨愤，好好的去投胎。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说出来，我一定帮你做到。我娘的轮廓站在原地，却没有说话。钱道长神情一紧：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真以为我老钱收不了你吗？
终于，我娘开口了，却只是说出了4个字：救二流。救我！这一次不光是钱道长，就连我、小叔还有我奶奶全都愣住了。我原以为我娘最后的遗愿就是想要出口气，惩罚那些生前死后欺侮她的人，但是她的遗愿竟然是让钱道长救我。难道我会有什么危险？钱道长皱了下眉头：孙家媳妇，我答应你救二流，但是你要把话说清楚，二流现在好好的，怎么就要让人救？是不是还有什么隐情？我娘的身影没有说话，转而飘向了院子。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外面的那些凄厉的哭声慢慢消失了。娘伸出一只手，直直地指着她生前睡觉的房间，身影渐渐模糊起来。钱道长在原地愣了，然后朝着我娘的房间走去。房间里还弥留着浓浓的血腥味。钱道长往房间四周看了一眼，最终目光落在了我娘睡的炕上，随即脸色大变，惊呼道：棺材炕！虽然不大明白什么是棺材炕，但是跟棺材挂上钩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尤其是我奶奶慌里慌张地问钱道长什么是棺材炕。钱道长就问奶奶，孙家媳妇睡的炕像不像2个棺材并在一起的？普通棺材的上底是70公分，下底是80公分，中间加厚最长是90公分。小叔还特意去拿尺子量一下这个炕，我娘睡的炕两边是呈圆弧形的，底座要比炕面宽一点。他以前告诉我，修炕的师傅说这样不仅美观一些，还可以腾出下面的空间用来放东西。以前还不觉得，现在被钱道长一说之后，我真觉得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越看越像，心里有些发凉。小叔量完之后，果然跟钱道长说的尺寸一模一样，这下所有人都噤若寒蝉，估计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邪乎的事儿。钱道长又问这个炕是谁建的，奶奶说是镇上请的师傅。钱道长，这事儿真有那么邪乎？一个炕就能把二流他爹娘都害死？听了奶奶的质疑，钱道长也不生气，要奶奶叫人把炕砸开看看。奶奶说这个死过人的炕也不吉利，就让小叔去拿东西砸了。砸完之后，钱道长从那堆破瓦砾里面捡出2张暗红色的字条，然后递给我奶奶。奶奶一看大吃一惊，是我大儿子和那个骚女人的八字，这另一张上的是二流的。接着奶奶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一变，钱道长，刚才二流娘让您救救她，是不是二流也有危险？钱道长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喃喃自语了片刻才说，他能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原因的。棺材炕下面埋血八字，这是邪门法子，现在3个八字里死了2个，剩下的二流现在多半是有危险。听了他的话，再结合我娘之前说的，我心一直在往下沉，变得冰凉冰凉的。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是那个健康的想害我们家的人，先把我爹娘害死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奶奶也有些六神无主了，求钱道长想办法救救我。钱道长沉默了许久之后才叹了口气，能弄出棺材炕的人肯定不一般，既然我答应了二流他娘救他，就不会不管，现在只能等到天亮之后去找健康的人。奶奶马上就拉着我，不停地给钱道长道谢，说事成之后一定会好好答谢钱道长。钱道长说他既然吃了这碗饭，对这种事肯定不会坐视不理，让我心里好一阵感动。这时钱道长好像突然想起什么，问奶奶我爹是什么时候死的。奶奶说死了好多年了。钱道长眉头一皱，一脸疑惑地说不对劲，按理说二流他爹这么早死了，他和他娘没理由能活这么久。我刚刚放下去的心因为他的一句话又提了起来，小声问他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钱道长一个劲地摇头，搞得我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的。然后就听到他问奶奶，我们家这几年有没有发生特殊的事儿？奶奶就把我们家那几个弟弟夭折的事情讲了一遍。钱道长才恍然地点了点头，说他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人家里第1个婴儿夭折之后，尸体没有腐烂，心有怨念，没有去投胎，然后剁碎把他娘后面生的婴儿都弄夭折了，后来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烧了之后就没事儿了。你们家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那家的鬼婴是害人，你们家的鬼婴是在帮忙，他应该是暗中用后面2个夭折婴儿的命替了二流和他娘俩人的命，等于是让2个婴儿替二流娘俩死了。说到这里，钱道长又停下，皱着眉头，一副想不通的样子，口中喃喃不对啊，如果说已经替了命，那么二流他娘就不会死了，为什么还会这样？难道真的是想不开上？钱道长发现棺材炕后，从中找到一点线索，锁定了修炕的人。我们围在钱道长身边，大气也不敢喘，生怕打扰了他想事情。终于钱道长抬起头，问奶奶还记不记得我娘夭折的第1个孩子埋在哪里？他想去看看是不是他猜测的这样。还没等奶奶说话，小叔就站出来点了点头，用手势说他记得，当年就是他去埋的，可能是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安全，奶奶特别上心，马上就让小叔拿上工具带钱道长去看看。黑夜之中，一行人相互壮着胆子向着后山的乱坟前进。晚间的夜风寒凉，吹在身上冷飕飕的，尤其是靠近坟地的地方，那边的风带着哨声，听上去就好像是鬼哭一样。最前面打头的2个人手上拿着钱道长给的定魂香，说这玩意儿能安抚恶鬼，免得我们这一行人被周围零星盘踞着的孤魂野鬼骚扰。
大家战战兢兢的步行来到后山坟地旁边，小叔带着钱道长找到了埋孩子的位置。钱道长点点头，就让那些后生们帮忙挖土。干这种事情，人本来就心虚。那些人挖着挖着，忽然就有人发出咦的一声，好像是铁锹碰到了棺木的声音。猛然间，吓得倒退了好几步。挖出来的土坑里面出现了一口棺材的盖子，所有人的心里都揪了起来。因为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太小的孩子是不能用棺木下葬，也不得入土坟的，所以这里不应该会有棺材盖出现。但是这里为什么会多出来一具棺木？我奶奶这时凑了过来，看了看之后，慌里慌张地说道：“这不是我那大儿子的棺材吗？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大家越想心里就越是发毛，眼看这事情邪门的厉害，都不敢再动手。钱道长走过来，一咬牙就让那些人帮手把棺木从里面抬出来。大家一起使劲，好不容易才把棺木拉出来。这时候，钱道长一声令下，几个人合力撬开了棺材盖。结果这棺材盖一开，不少人吓得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棺材里面有5具尸体，除了我爹的尸体之外，里面还有我娘的和3个婴儿的尸体。最上面那个最小的尸体身上还沾着血迹，我认得出来，那是我和小叔一起埋的我那个夭折的弟弟。另外2个即使我认不出，也可以猜到是我以前夭折掉的2个弟弟。更奇怪的是，我爹已经死了那么久，但是他的尸身看上去不但没有腐烂，甚至就好像睡着了，让人感觉他随时都能醒过来。虽然这些都是我的亲人，我还是被吓得不轻，背后开始冒冷汗。不过我心里还有很多疑惑，我娘的尸体到底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那天我和小叔埋的那个婴儿，距离这里很远，怎么也都跑到这儿来了？那些挖棺的人估计也被吓到了，都不停地往后退。钱道长却一步一步地走到棺材边上，口中不断喃喃自语着说什么合家葬，合家葬。这时很多人想走又不敢走，只能在远远的地方等着。终于，钱道长回过神来，深吸了一口气，你们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要出大事儿。我大爷爷平时是最沉稳的，这时他也有些沉不住气了，喉咙里呼噜一下，问钱道长会出什么大事儿。现在已经是下半夜了，山上风很大，很阴冷，但是我看到钱道长苍白的脸上一直在冒汗，我知道这是冷汗，心里越来越不安。能把钱道长吓成这样，这件事肯定非常严重。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看着钱道长，周围只能听到阵阵风声，如泣如诉。突然，钱道长慢慢的转头往四周看了一下，好像在找什么。我以为是周围有什么吓人的东西，壮着胆看了一下，发现什么都没有。还好这件事儿发现的早，大家赶紧把棺材盖上，再埋下去吧。我在上面贴张符就没事儿了。钱道长终于还是说话了，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奶奶脸色一喜，追问了一句：“钱道长，我家二流是不是也没事儿了？”钱道长点了点头：“老嫂子，回去再说吧。”等到棺材重新入土，钱道长果然在上面贴了一张符，说这事儿已经解决，跟着就来到我家。刚一进屋，钱道长先关上门，前后后的把门窗检查了一遍，才压低了声音对我们说：“那棺材里的5具尸体肯定是有人在暗中偷偷的弄在一起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混在刚刚那些村民中，所以刚刚有些话不方便跟你们说，怕打草惊蛇。”奶奶神色一惊：“钱道长，你刚刚说那件事儿已经解决，也是说给那个人听的，实际上是没解决。”钱道长一脸慎重地说：“确实是这样，而且这件事可能不是仅仅针对你们孙家，是针对整个村子的。不过老嫂子，你先别担心，我今晚回去准备些东西，明天再过来，一定帮你们把这件事儿摆平了。”奶奶一听，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让小叔去送钱道长。钱道长却不让送，坚持一个人回去。事已至此，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只能听钱道长的。没等钱道长走出我家院子的大门，我突然听见钱道长惊叫的声音，出去一看，我娘居然又出现了，就站在钱道长面前，挡住了他回家的去路。钱道长看上去有点慌张，哭丧着脸对我娘说：“孙家媳妇，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你看见了人家的手段有多高明，多毒辣，我不过就是个乡村神汉，根本斗不过，你让我走吧。”听到钱道长这么说，我们才恍然大悟，钱道长早就放弃了，他这是要逃走。震惊之余，我们更多的感到了一种绝望，钱道长已经成了我们活下去的希望，但这个希望现在也灭掉了。我娘一个字也没说，还是死死的站在钱道长面前，似乎是不想让钱道长走。这时候，我听见钱道长慨叹道：“何家葬现在就剩下二流一个人，他现在最多还有10天的命，这么短的时间破何家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以前也只是听说何家葬这种写法非常狠毒，自己根本不了解，完全不知道怎么破啊。”听到我只有10天的命了，我心里一片冰凉，恐慌的看着我娘，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而我娘也开始悄无声息的流下了眼泪。我们娘俩就这样相对站着，一个劲儿的流泪。钱道长慌了：“哎，你们这是？”他神色纠结的站在原地，眉头锁得死死的，好像是心里斗争了很久，才猛然一拳砸在自己的手掌心里。“行，我答应你的事情，怎么说也得试试。不过咱们先说好，这只是试试，成功的希望绝对不超过3成。事情做完之后，我也就算尽了力，你不要再逼我了。”听钱道长这么说，我娘泪眼慢慢止了，有些感激的看着钱道长。
钱道长咬牙对我娘问道：“村里这2天死的这些人，是不是你害死的？”我娘摇摇头。钱道长微微一愣，接着问道：“你们家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知不知道是谁想害你们？”我娘突然朝着站在门口的奶奶看去，奶奶一下慌了神，有些心虚地说：“你这个骚，你什么意思啊？要不是你害死我儿子和2个孙子，搞得村里风言风语，我会让你嫁给老二，这都是你自找的，别怪到我头上来。”我娘还是没说话。忽然之间，一阵风吹过，她的身子变得透明起来。钱道长看到我娘消失，有点诧异，却也没说什么，转过头问奶奶：“老嫂，你大媳妇刚刚的意思肯定不是说你想害她，要不然你肯定活不到现在。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家有得罪过谁？”奶奶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沉思了一下之后才说：“她嫁到我们孙家之后，虽然也跟人拌过嘴，但都是乡里乡亲的，事后还是很和睦。唯一一次大的矛盾却是跟我大爷爷家闹的。那时候我爷爷准备建房子，就找了一个风水先生来看地基，正好看中了家里的一块地，但我大奶奶想把这块地留给他儿子建房，就说那块地有他们家一份，死活不让我爷爷建，要么就让我爷爷补偿一些钱。这件事当时扯了一段时间，最终是我爷爷他爹，也就是我太公答应多分1块的给我大爷爷家里才作罢。乡下的人本来就经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闹矛盾，在分地的时候闹纠纷就更常见了。钱道长听完后没再说这事儿，问奶奶记不记得当年给我们家建炕的人有什么特征，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那个想害我们的人，这样才算是有一线生机。奶奶想了想，说她也没什么印象了。接着钱道长又问小叔，小叔摇头表示记不清了。钱道长无法，只能让大家先去睡觉，明天再去找建炕的人。一夜辗转反侧，天亮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听见有人非常急促的敲着门。我小叔去开了门之后跑回来，不断的拍着我，指着门口。我揉着眼睛下了床，看见2个男人走进来，他俩看见我之后一脸惊喜的走过来。二流，我这才看清，这2个都是我外公家的，一个是我大舅我娘的哥哥，另一个是我小舅我娘的弟弟。见到外公家的人，就不由得想起我娘，我满腹委屈的抱着大舅，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我娘她。大舅轻轻摸着我的头，二流，大舅都知道，你娘就是让你奶奶那个老恶婆害死了。这时候刚赶上我奶奶从房子里出来，一听到我大舅说的话，当下就炸了。我就说是谁呢？大清早跑到我们家来嚷嚷。大舅愤怒的转过身，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我姐夫死后，你逼着我姐改嫁给你这个哑巴儿子，就是你才逼死我姐的。这个节骨眼上，我怕他俩再吵起来，赶紧拉着大舅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全都跟大舅说了一遍。大舅愣了一下，满脸都写满了不相信。这时候我奶奶又用她那副尖酸语调说道：听见了吧，你姐死可跟我没关系，说不定那个杀千刀的冲的就是你姐，现在还连带害死我儿子和我3个孙子。大舅勃然大怒，你放屁，我告诉你，我姐在你家被你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今天来就是带二流走的，绝对不能让他跟你这个杀母仇人在一起。这时候钱道长赶紧上来拦着，几位千万不行，我答应了二流他娘，想办法救他的命，你们今天要是带他走，二流必死无疑啊。大舅皱眉，你是谁？我告诉大舅，这位就是钱道长，现在正在想办法救我的命，今天还要带我去村上找黄瓦匠的。大舅将信将疑的看着钱道长和小舅2个人商量了几句，就说暂时可以不带走我，但是我们去村上他们也得跟着。钱道长点头，那就跟着一起来吧，不过到时候可得听我指挥。简单吃过了早饭，我们一行人来到村上。小叔对当年的瓦匠还有点印象，一路上一边打听一边找，总算是找到了这个黄瓦匠他们家。钱道长上前敲了半天门，一个看上去病怏怏的女人开了门。钱道长一眯眼，皱了皱眉头，问这里是黄瓦匠家吗？女人点点头，这里的确是黄瓦匠家，而这个女人则是黄瓦匠的媳妇。一行人进了院子，看见了正在院子里面忙活着的黄瓦匠。钱道长开门见山，就指着小叔问黄瓦匠：黄瓦匠，你还记不记得几年前给他们家砌了一个圆弧顶，上下窄中间宽的炕？黄瓦匠愣了一下，对着小叔看了半天。小叔还记得黄瓦匠打着手势，那是说咱俩见过面的意思。然而黄瓦匠愣是看了将近1分钟，然后摇了摇头，没有，我一点印象也没有，而且我也从来没有砌过那个炕。我确信小叔不会认错人，黄瓦匠就是那个建棺材炕害我们家的人。因为我爹娘和3个弟弟的死，我本来就对黄瓦匠充满了无尽的恨意，现在听到他矢口否认这件事儿，我气得牙关紧咬，很想上去揍他一顿。我们都找上门来了，你居然还不承认！我大舅一脸怒气，直接朝着黄瓦匠冲去，好像是想打人。钱道长马上把我大舅给拉住，让他冷静点，要不然就先回去。我大舅愤愤不平地看了黄瓦匠几眼，最终还是没说话了。钱道长又让黄瓦匠好好想想，对方还是摇头说他没砌过这样的炕，他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只能等钱道长做决定。谁知道钱道长居然不再问这件事儿了，转头往四周看看，看了一会儿，钱道长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院子后面的几棵柳树上，然后问黄瓦匠那几棵树是谁种的。黄瓦匠看了一眼之后茫然地摇了摇头，说那块地不是他家的，不知道是谁种的。钱道长哦了一声，又问黄瓦匠能不能去他们家屋里看看。
黄家媳妇之前一直没说话，呆呆地站在旁边。现在听了钱道长的要求，他马上就摇了摇头，说他家孩子正在屋里睡觉，不让我们进去，说会把孩子吵醒。钱道长没有勉强，就招呼我们离开了黄瓦匠家里。黄家媳妇好像怕我们会再进去似的，我们前脚跟刚出来，他马上就把门给关上了。我大舅的脾气比较急躁，之前一直忍着，出来之后就气呼呼地对钱道长说，这样问肯定问不出什么来，必须要给黄瓦匠一点颜色看看。钱道长这时还是不慌不忙的样子问我们，刚刚有没有发现黄瓦匠有什么问题？他这人看起来呆头呆脑的，不像是个做手工活的人，肯定是故意装成这样，想糊弄我们。我大舅愤愤不平地说道，还嚷嚷着要带回去找黄瓦匠。钱道长说，柳树又名鬼树，俗话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不栽鬼拍手，一般人都不会在房子附近栽这种树，黄家在后面种几棵柳树肯定有问题。我以为他发现了什么，结果他说到这里就不说了，带着我们走到黄瓦匠对面的一户人家后面，你们在这里守着，只要他们有问题就肯定会露出端倪，到时候由不得他们不承认，我先去村里问问黄家的情况。钱道长对我们交代一句，然后朝着村里走去。我想了想，也跟着钱道长往村里走。钱道长好像以前来过这个村子，熟门熟路的来到一户人家，找到了一个老大爷。他们俩人客套了几句之后，钱道长就问起了黄瓦匠家里的情况。老大爷听钱道长提起黄瓦匠，随即就叹了口气，那小子真名叫黄亮，是我看着他长大的。本来以前靠着他的手艺，日子过得挺好的，但是自从生了小孩之后，小孩一直害病，到处求医，日子过得越来越苦。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家人都变得神叨叨的，也不愿跟别人家往来，整天关着门。就连他们家那孩子也好多年没看到了，只是经常在晚上听到他们家传来小孩的哭声。在小叔的带领下，一行人找到了建棺材炕的黄瓦匠，不料却矢口否认了建炕这件事。钱道长带着我们离开了黄瓦匠家。钱道长找到了一户人家，老大爷告诉我们，黄瓦匠家经常在晚上就会发出小孩诡异的哭声，却没人见过他家的小孩。钱道长倒是没表现出什么异常，随口又问黄瓦匠的小孩是什么时候生的。老大爷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下，说黄瓦匠的儿子今年差不多13岁了。二刘，你们家的炕是什么时候建的？钱道长又转过头来问我，我跟他说12年前。他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什么，脸色有些凝重。老大爷见钱道长不说话，就问钱道长怎么今天跑来问这些，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不要他帮忙？钱道长说没什么事儿，就是来问问，然后就起身告辞。才走出没2步，他又回过头问老大爷，黄瓦匠家后面那块地是谁家的？老大爷告诉他说，那一片都是黄瓦匠家的。我心里一惊，那黄瓦匠果然撒谎了，但是我有些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难道是怕别人知道那些柳树是他种的？刚走没几步，我忍不住问钱道长有没有什么发现。从时间上来说，黄瓦匠是生了孩子之后去你们家建的那个棺材炕，而他的孩子一直生病，所以我猜测这件事可能跟他孩子有关，具体的我现在也不清楚，先留下来看看吧。钱道长说完就和我一起去跟小叔他们会合，而黄瓦匠和他的家人一直在屋里没出来，我们就在那里等着。我们这一等就等到了傍晚，终于看到黄瓦匠家院子的门打开了，黄瓦匠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往四周看看，好像是在找什么，看完之后才匆匆忙忙地朝着村口走去。看他那样就跟做贼一样，肯定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很可能让我们找到一些什么线索。我大舅他们马上就要跟过去，钱道长说别去那么多人，要我小叔和大舅俩人去跟，让他们有什么发现就马上通知他。我有些担心地问钱道长为什么不大家一起去，要是有危险怎么办？钱道长很笃定地说，问题应该就出在他们家那孩子身上，只要孩子在这里，黄瓦匠掀不起什么浪来的，放心吧。他都这么说了，我也就放下心来，继续在那里守着。等了大概10几分钟，黄瓦匠家的门再次被打开了，这次出来的是黄家媳妇，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他跟黄瓦匠一样，出门后往四周看看，然后朝着和黄瓦匠相反的方向走。我准备跟过去，钱道长却说不急，让我看看黄家媳妇手里的孩子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我开始有点心急，没注意到，仔细一看之后才发现，那孩子在这大热天居然用毯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张脸耷拉在他娘肩上。这还不算什么，最让我诧异的是，黄瓦匠他儿子应该跟我差不多大小，但是他从体型上看起来就3、4岁的孩子差不多大，果然是他儿子有问题。我们赶紧跟过去看看。钱道长说完就带头往前面走，看到钱道长跟过去，我跟小舅2人也没迟疑，小心翼翼地跟在黄家媳妇后面。这会儿天已经黑了，乡下没有路灯，我们只能看清黄家媳妇大概的轮廓，她是朝着一座深山的方向走的。我也不知道她这个时候带着一个孩子到底想去干什么，心里越来越紧张。山脚下有一户人家，黄家媳妇走到这户人家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屋里的灯光照在她身上，我终于看清了靠在她肩膀上的孩子的脸，顿时吓了一大跳。那孩子脸上好像全是深深的皱纹，
跟快要垂危的老人一样，而且他正张开嘴，露出又长又锋利的獠牙，好像想吃人。别看了！还没等我看个仔细，钱道长突然喝了一声，赶紧伸手来捂着我的眼睛，我被吓得头皮都麻了，心脏砰砰直跳，好大一会儿都没回过神来。钱道长松开我的眼睛之后，立刻走到小舅旁边，一巴掌扇在小舅脸上。我心里再次一惊，走过去问道：钱道长，你干嘛打他了？钱道长板着脸回道：我不打他，他的魂都要被勾走了。我赶紧转头看向小舅，发现他两眼发直，嘴巴和身体一直在抖，脸色也白得跟纸一样，被钱道长扇了一巴掌之后才慢慢恢复过来。跟我说说你刚刚都看到什么了？钱道长对小舅问道。小舅心有余悸地咽了下口水，气喘吁吁地说：我看到那孩子的眼直勾勾，像是一下子就把我看穿了一样。还有，我怎么觉得这孩子的脸怎么跟个妖怪一样？钱道长，那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还能勾魂？我有些紧张地问道。这个现在跟你说不明白。钱道长冷哼一声，看来他们早就有所准备了，今天白天只不过是演了一场戏，故意引我们上钩跟踪他们。还好有我跟着，要不然你们两个今天就死在这里了。我心里大急，那我小叔和大舅会不会有危险？不会，钱道长很果断地回道。黄瓦匠白天装作痴痴呆呆的样子，就是想让我怀疑他有问题，然后把我引开，再用他孩子来对付二流。钱道长说完就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发现黄家媳妇已经不见了，就带着我和小舅来到山脚下。晚上的山风有点大，吹得树叶簌簌作响。钱道长探头透过窗户往屋里望去，却没发现黄家媳妇的影子。钱道长说：走吧，现在去黄瓦匠家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乡下人都休息得早，我们回到黄瓦匠家门口的时候，周围已经没有任何灯光，万籁俱寂。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人在后面喊我的名字，吓了我一大跳，回头一看是小叔和我大舅。我问他们两个跟着黄瓦匠怎么又回来了，舅舅说黄瓦匠带着他们拐几个弯就找不到人了，所以就在这里等我们回来。他又问我们有什么发现，我把刚刚发生的事儿都说了一遍。钱道长让我们有话等下说，他带头往院子里走，院子的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一阵冷风扑面而来，好像直接到了腊月寒冬，冷得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钱道长可能是怕里面有危险，让我们先在外面等着，他自己摸了摸拂尘走进了院子。过了几分钟的样子，钱道长从里面退了出来，果然是这样。钱道长指着门角惊呼一声：你们去拿个锄头来，从这往下挖。小叔二话不说，直接就开始动手。挖着挖着，我看到埋着一个盒子，盒子里放着一个小纸人。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拿小纸人，钱道长一把抓住我：不要命了，这种东西你也敢伸手摸？拿个棍子把这玩意儿弄出来，放在院子里面烧了。小叔马上就去找来东西，把纸人给点燃了。烧纸的时候，火焰一般都是黄色的，但是我看到烧纸人的火焰居然是红色的，跟血液一样，格外瘆人。烧着烧着，周围本来静悄悄的，纸人上突然发出一道凄厉而又尖锐的惨叫声，吓得我胆都差点破了。钱道长说有他在这里，让我不要怕。我惊魂未定地问钱道长，刚刚那个纸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能发出声音？我之前只是猜测，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黄瓦匠的儿子应该是快要死了，然后被一只小鬼附身，所以他的身体发生异变，成了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样子。钱道长指着院子后面的几棵柳树，继续说道：这只附身的小鬼道行不够，不能长时间待在阳间，所以需要这些柳树聚集足够的阴气，储存在刚刚那个纸人上，然后再被小鬼吸收。这个纸人被人做了法术，相当于是小鬼的载体，两者是相通的。刚刚烧纸人就相当于烧小鬼，估计现在黄瓦匠的儿子没有小鬼附身也活不了多久了。这种事情太匪夷所思了。听完半天没回过神来，那这件事儿跟棺材炕有什么关系？我定了定神，对钱道长问道：这个我暂时也不清楚，只有找到黄瓦匠问问才知道。钱道长说完就要往屋里走，说进去看看。刚要进屋，两个人影从我们身后走过，不紧不慢地朝着院子后面的山走去。钱道长找到纸人烧掉后，黄瓦匠的儿子也活不久。钱道长刚要进屋一探究竟，两个人影从我们身后走过，不紧不慢地朝着院子后面的山走去。虽然看不清那两个人的脸，但是从轮廓上可以看出应该是黄瓦匠夫妇，他儿子也被他们抱在了手上。钱道长当机立断，我跟二流追上去，你们守这边。一路跟着来到山脚下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很多高高隆起的土堆，前面还立着石碑，分明就是一座座坟墓。我心里大惊，黄瓦匠夫妇大晚上的来坟地里干什么？难道这又是一个圈套？没多久，那两人在一块平坦点的地方停了下来，我跟钱道长猫在后面，再慢慢靠近，最终发现那就是黄瓦匠和他媳妇。黄瓦匠停下之后，拿起一把铲子开始挖坑，他媳妇在旁边小声抽泣着，那声音伤心欲绝，在这遍地坟茔的地方听起来格外的诡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是黄瓦匠儿子死了，他们上山来埋尸体。其实我有点想不明白，黄瓦匠为什么会养一只小鬼附在他儿子身上？如果是他想用这个方法让他快要病死的儿子留一口气活在世上的话，
那他儿子始终成不了一个正常人，反而变得像一个妖怪，对他们家未必是件好事。想着想着，我又想到了棺材炕和家葬的事儿，也知道这是不是跟黄瓦匠的儿子有关。过了1个多小时，黄瓦匠终于把坑挖好了，然后把他儿子放进坑里，用土给埋上了。他媳妇一边哭一边拿出几根香点着，开始烧纸钱。做完这些，他们俩才往山下走。等他们走的差不多远，钱道长才从藏身的地方站起来，慢慢跟过去。四周阴风阵阵，我还没走出几步，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朝着这边靠近。我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朝着钱道长看去，他好像也听到声音了，直接就回头往后看。我咬了咬牙，也转过头去，看到后面有一个类似小孩的人影朝着我们这边冲了过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只见那人影伸出2只手朝着我的脖子掐了过来。等这个人影到了我身前，我终于看清了对方的脸，整张脸上皱纹密布如老树盘根，还有张开的嘴巴里露出锋利锃亮的獠牙，发出一股恶臭味。这是黄瓦匠的儿子，他儿子诈尸了。钱道长猛然一喝，然后抬脚朝着黄瓦匠儿子踹了过去，直接把对方踹飞了。接着钱道长又冲过去，还没等那具尸体从地上爬起来，手腕一翻，拂尘对着尸体额头一甩，只听到一阵卡卡的骨头碎裂的声音。那具尸体挣扎了几下，最终一动不动了。钱道长回到我跟前，我问他诈尸是怎么回事。钱道长说，所谓的诈尸就是人死的时候胸里还留着一口气，如果受到了外界的刺激就会假复活，可以让尸体像野兽一样攻击人，等那口气散掉才会变成真正的尸体。不过诈尸发生的概率非常小，他们刚埋下去就马上发生尸变，肯定是有什么猫腻。钱道长走到黄瓦匠儿子旁边，观察了一会，咬着牙说，果然是有问题。我走过去问有什么问题，他说那具尸体嘴巴和鼻子的地方被人涂了药，这是一种源于湘西苗家的草药，涂在尸体口鼻处，可以让尸体在晚上跟人一样活动，只是不能说话，没有思维，而且是受别人的控制。说完，钱道长往四周看看，那个控制尸体的人应该就在附近，要不然没法让尸体来攻击人。我问他这个人是不是黄瓦匠，他摇了摇头，一脸凝重地说，现在还不确定，不管是不是黄瓦匠，这件事儿已经越来越不简单了。不过我倒是有些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会弄一个实力不强的尸体来攻击我们。钱道长略微沉吟了一下之后，突然脸色大变，不好，赶快离开这里。诈尸小鬼被钱道长轻而易举打败后，钱道长却觉得事情不正常了，略微思索后，突然脸色大变，不好，赶快离开这里。我被他的反应吓到了，心一下就提了起来，马上就跟着他朝山下走。这次又没走上几步，我突然看到前面一个坟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定眼一看，居然是一个黑影慢慢站了起来。我还没分清楚那到底是人是鬼，越来越多的黑影从旁边的坟地里爬了出来，四面八方都有，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音，让人心惊胆战。这下不用钱道长说，我也知道这些黑影都是从坟地里爬出来的鬼，那些鬼根本不用走路，就跟平移一样，从四面八方朝着我们涌过来。人走其路，鬼行其道，人鬼殊途，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钱道长猛地吼了一嗓子，低沉的声音瞬间盖过了那些鬼发出的呜呜声，震起阵阵鬼音。我发现此时的钱道长好像变了一个人，身上有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气势。但是那些鬼对钱道长的话置若罔闻，依旧往这边扑过来，一下就到了跟前，张牙舞爪的朝我和钱道长身上抓。钱道长一只手拽着我，另外一只手握拂尘对着正前方虚空比划，然后嘴里念了一长串的咒语：神师杀伐，不避豪强，先杀恶鬼，后斩夜光，河神不服，河鬼敢当，急急如律令。去！念完之后，钱道长拂尘往前挥出一道法印，他也拽着我往前面冲。那些鬼好像对那道法印很畏惧，所到之处马上让出了一条路，前面法印开路，我和钱道长一直冲到山脚下才停下来。钱道长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又着了黄瓦匠的道。我始终有些不太明白，刚刚那些鬼为什么会突然从坟地爬出来，就问钱道长是怎么回事。钱道长说是黄家媳妇点的怀香，可以把鬼招出来。他开始隔得太远没闻到，后面黄瓦匠儿子尸体出来的时候才意识到那是故意在拖延时间，等那些鬼出来。钱道长还说普通的鬼一般不会主动攻击别人，黄瓦匠肯定是在那些香里加了一些对鬼有攻击性的材料，所以那些鬼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我们。二流，你觉得你小叔和你2个舅舅里谁最有可能会害你？突然钱道长一脸凝重地问我，我心里一顿，小声问钱道长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钱道长很肯定地说，从今天发生的事儿来看，黄瓦匠对我们的行动全部了如指掌，每次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等我们。我估计是有人给黄瓦匠通风报信，而这个人应该就是我刚刚说的3个人中的一个。钱道长说的话让我彻底愣住了，今天一天我都处在担惊受怕中，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我们2人一前一后的回到村里，小叔他们都在黄瓦匠院子里等着，也都没发现黄瓦匠的身影。钱道长说黄瓦匠夫妇短期肯定不会再回来，就带着我们再次去了老大爷家里。
钱道长问老大爷还知不知道黄瓦匠家其他的情况。老大爷回忆了好一会儿才说，黄瓦匠和他媳妇新婚不久，黄瓦匠出了趟远门，回来不久就生下一婴儿，没多久就一直害病。他媳妇自生下婴儿后，身子骨也一直病怏怏的。打那以后，一家子人好像变了，而且也很少看到他家儿子，只是经常在晚上听到小孩的哭声。钱道长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也没再说话。这时离天亮还有段时间，老大爷让我们住下，钱道长也没推辞，可能是担心我会害怕。钱道长让我跟他睡在一个炕上，他躺下之后沉默了好一阵，说道：“我有点好奇，那个时候你们家还没建房子，你们村也有健康的人，为什么还要来这请黄瓦匠？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问一下，你们家建房子的时候是谁说要请黄瓦匠的？”钱道长把我的心情说得越来越沉重，因为我们家建房子的时候去请黄瓦匠的肯定是我的亲人。按钱道长这么说，这个在背后想害我们家的就是我的亲人。钱道长把矛头指向我的亲人，我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沉重。我小声地问钱爷爷，有没有可能是黄瓦匠随便找一个人家建棺材炕，他正好就挑到了我们家？或者黄瓦匠建的棺材炕不止一个，我们家只是其中之一。你年纪小，单纯心善，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但是你知道的东西还太少，等你以后就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你村，绝对不会是你说的偶然，而是必然。钱道长说完后就让我快点睡觉，也没再开口。我当时年纪还小，懂得也确实少，听了他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等到了我明白他这句话意思的时候，我已经被逼到了绝路上，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虽然又累又困了，但是心里揣着事儿。天才蒙蒙亮的时候就跟着钱道长起了床。他跟老大爷交代说，如果黄瓦匠夫妇回来了就通知他，然后就带着我们回自己村了。村子里原来挺热闹的，但是我进村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对劲，家家户户都闭着门，而且看不到一个人影。我心里感觉到有些不安，怕又出了什么事儿，加快脚步往家里走。还没走到家门口，我远远听到一阵喧闹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声。走进了台，看到我家外面里3层外3层围满了人，看这情况肯定是又出事儿了。我和钱道长拨开人群走进去，看到我家门口摆了10几块草席，每一块草席上都放着一具小孩的尸体。我奶奶正在门口和一些村民吵得不可开交，见到我和钱道长走过来，他们也停止了争吵，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钱道长身上。钱道长，你上次说村里的事儿已经解决了，为什么昨天晚上村里又死了这么多小孩？就是你没这个本事就不要说大话，结果又害死了这么多人。有几个死者的家属怒不可遏地质问钱道长，钱道长也不说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上那些尸体。我这才知道昨天才离开1天，村里又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们现在就去把那个臭婆娘一家人的尸体挖出来烧掉，管他什么合家葬不合家葬，烧了一了百了。突然有个村民吆喝了一声，马上就得到了其他人的附和。我听到这些人说要烧了我爹娘和3个弟弟的尸体，慌了神。奶奶气急败坏的大骂，你们要烧就去烧那个骚女人的尸体，别烧我儿子的，否则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但是根本就没人听他的，很多村民直接就朝着坟山走。钱道长的脸色一下就变了，大喊道，你们赶紧回来，要不然会坏大事儿，到时候没人能救你们。村民也不听他的，还呛他说他的话已经没有可信度，他解决不了这件事就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他们自己能解决。钱道长的脸色气得铁青，匆匆忙忙的往坟山走。村里的人很快就把我爹的棺材挖了出来，再撬开棺材盖，把里面的5具尸体抬到空地上，倒上煤油，直接给点上了。我想上去阻止，但是被别人拉住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做着这一切，心里一阵阵绞痛。奶奶在旁边哭天喊地，也没人理他。这把火烧了半个多小时，我一直在看着我娘他们的尸体，发现被火烧了之后没有一点变化。有村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说肯定是火小了，不停的往里添油和柴火。又过了2个多小时，尸体还是没有焚化的迹象，好多村民都意识到了不对劲，开始慌了神，不敢再添油，慌慌张张的站在那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已经到了下午，本来烈日高照，碧空万里，突然间飘过来一片血红色的云彩，遮天蔽日，悬浮在半空中，说不出的诡异。村民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异象吓到了，再也绷不住，纷纷往山下跑。自作孽不可活啊！钱道长仰望着天空，长长的叹了口气。钱道长仰天长叹道：血云当空，阴尸将成，都是结束啊！这个坎怕是难过了。钱道长话刚说完，我娘的手脚突然颤抖了一下，看样子仿佛要从地上爬起来。难道我娘要尸变？我的心也跟着怦然一跳，身上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然后又看到其他几具尸体也有了要动的迹象。钱道长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拿出几张黄色的符贴在了几具尸体的额头上，山头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大气都不敢出。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娘他们的尸体最终没了动静。我问钱道长这是怎么回事儿，他摇了摇头，只让我快点把尸体放回坟里。他的表情非常凝重，我知道这件事儿肯定很严重，但是他不说，我也没办法。我们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先抱起那几个婴尸，只是这婴尸一入手，
竟然冰冷的像一块常年不化的冰块，我差点一脱手把它给扔了出去。这是阴气外泄，所以他们才能火烧不尽。别怕，钱道长的声音适时在我耳边响起。我定了定神，把阴尸小心地放回在墓穴里。刚要起身，却看到阴尸裸露在外面的肌肤，慢慢地泛着一片诡异的血红色，看上去就像是天上那团血云的颜色。不单是他，我娘和我爹，还有其他几具阴尸的身上都开始泛起血红色。别停，天快黑了，赶紧把他们葬回去。钱道长在我耳边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焦急。等到我们把坟头土盖上，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山头上空荡荡的，只有钱道长和我家人几个人，安静中透着一股子瘆人的诡异。而那片血云的颜色更加仿佛随时都会滴出血来。他下午还只是笼罩在坟头上方，这会已经把整个山头都给盖住。走吧，钱道长招呼了我一声，头也不回地下山了。我赶紧收回目光，正要跟上，一个人形的影子悄然出现在坟头，是我娘。娘，我轻声叫唤了一声，娘毫无反应。他死死地盯着山脚下的村子，仿佛根本没察觉我的存在，眼神里闪动着一丝让我心惊的神色。我知道这是什么，是怨恨。我揉了揉眼睛，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可一转眼的功夫，坟头上却空空荡荡的一片，似乎我娘从来都没出现过一般。我不敢再待下去，急忙追着钱道长的背影过去。刚走进村子口，远远的就看到我家门前黑压压的围着一片人头，几乎是全村里都出动了，喧嚣声隔着老远都能听到。这又是在闹什么幺蛾子？或是临头了？孙家的那些东西连煤油火都烧不进去，这是要成僵尸了。我们得赶紧找个高人来应付。是啊，已经死了10几个小孩子了，下回要轮到谁死了？再这么死下去，咱们村的人都要死完了。二流和钱道长现在还没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事儿了。村民们围着几个年长的老人，七嘴八舌的吵嚷着，人人的脸上都带着惧意。下午那烧不掉的尸体，可把他们吓得够呛。看到我和钱道长安然回来，村民们开始三三两两散走。钱道长看着他们的身影，冷笑了一声，什么话都没说。我没理会那些村民，拉着奶奶进了屋子，径自问道：“奶奶，当初咱家是谁去请黄瓦匠来建的那个棺材炕？”奶奶说：“我爷爷死得早，当初家里建房子的时候都是大爷爷帮衬着，建炕的师傅是大爷爷和小叔一起去请的。”说完，奶奶又问我有没有找到建炕的人。我不想让他担心，就说还没找到。只是我的心已经沉了下去。请黄瓦匠也有小叔的份，难道小叔就是钱道长猜测的那个在背后陷害我家的人？想到从小对我疼爱有加的小叔可能会是凶手，我的心就像被刀绞一般的疼。如果他是因为爱慕我娘才下手害死了我爹，那么为什么要连我娘一起害？而且现在连我都不放过，难道他以前的样子全都是演戏在骗我的吗？我的心乱如麻，就推掉晚饭回了房间。没过多久，钱道长走了进来，我想了想，还是把奶奶跟我说的话告诉了他。现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把钱道长当成了主心，想听听他有什么建议。钱道长没接我的茬，神情凝重道：“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咱们得先把今天晚上应付过去。”我的心里顿时一惊，钱道长这话的意思是今天晚上会有事情发生。钱道长点了点头，下午血云当空，阴气外泄，阴尸涌血，凶煞之象明显，这些都是不祥的征兆。不出我所料的话，今晚村子要出大事。我不由得想起了坟头上出现的我娘身影，她当时怨恨的眼神和钱道长的话正契合。我忙问钱道长该怎么应付。钱道长说，这个何家葬实在太过于凶险，原本是想顺着黄瓦匠那条线查出幕后的那个人，可没想到村民们下午竟然放火烧尸，这一下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了。我娘会找村民们报复吗？没想到钱道长沉吟了一下，却定定地看着我，先有危险的不一定是他们，或许是你自己。我愕然地看着钱道长，不明白事情怎么会都回到我的身上。钱道长吁了口一气，指着我的手臂低声压道：“看你自己的身上。”我低头一看，我露出袖子外面的手臂正慢慢泛着一层血红色的光泽，和阴尸身上的血色一模一样。看到手上出现的血红色，我急忙扒下衣服一看，不只是手臂，那层诡异的血色正在往我全身蔓延。我大惊失色，忙问钱道长这是怎么回事。钱道长神色凝重地端详了一阵，皱着眉头说：“这是有人迫切地想害死你了，连8天都不想让你活了。”我一下子就懵了，难道我马上就会死掉？之前我还不知道那个人处心积虑地弄一个何家葬到底有什么目的，现在大概猜到一些了。钱道长充满无奈地说：“从棺材炕到何家葬，全都是让人含恨而死，产生大量的怨气，而这些怨气可以对人体造成致命的危害，特别是小孩抵抗力不强，一旦沾上之后就活不久了。死的人越多，这些怨气就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村里的老人和年轻人肯定都会全部死掉。背后的那个人做那么多事儿，应该就是为了弄出这些怨气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说的东西我不是很懂，只是大概听明白了大概的意思，就问他这跟我活不了8天有什么关系。钱道长回道：“因为只有等你死了之后，何家葬才算真正的完成，那时候产生的怨气足以让这个村子里所有人马上死掉。这个人估计是不想等了，
所以今天才弄出焚尸这么一件事儿来，目的就是加深你爹娘的怨念，再通过血脉相连，导致你的身体也发现变化，加速你死亡的速度。现在能不能撑个3、4天都是个未知数了。顿了顿，钱道长又长长的叹道：“如果不出所料，今天晚上村子里死的人会越来越多。”我对钱道长说的话一直深信不疑，心里也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这个背后的人居然是要害死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钱爷爷，你能不能帮帮我们？钱道长叹道：“既然答应了你娘，也就会帮到底了。我也很想看看这个背后的人用这些怨气来做什么。”说完，拿出来一个布袋子，那布袋子用红绳子系着口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钱道长从里面取出了一样不起眼的东西，看不出是什么质地，乌黑发紫，瞅着有些邪门。他伸出手，用刀一划，一股鲜血就滴在那东西上面，血仿佛是滴在沙地上，瞬间就被那个东西给吸收了。随后从身上掏出一张黄纸，把渗了血的东西小心包好，说他会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爹娘的坟头去，暂时把怨气压一压，之后再去黄瓦匠的村子看看有没有发现。我忙不迭的点头，把钱道长送了出去。这时已经很晚了，我心里堵得慌，根本没心思睡，愣愣的看着自己的身体。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发现身上的血色开始暗淡下去，也不再向全身蔓延。我知道这是钱道长的功劳，感动的鼻子有些发酸，眼泪慢慢的流了出来。诚惶诚恐之下，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奶奶在外面催我起床，出去问奶奶叫我干什么。奶奶很慎重的跟我交代说：“二刘，我刚刚听说村里的申家昨天连夜请了一个高人来帮咱们村解决这件事儿。村里最近死了这么多人，肯定跟你娘有关系。要是申家请来的高人要对你娘怎么样，你千万不能阻止，知道吗？”我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心里一阵发酸，因为这种事不是我想阻止就能阻止得了的。前几次就是这样。这时候外面突然走进来一群人，带头的是奶奶刚刚说请高人的申家申大爷。申家是我们村的大户，也是最有钱的，听说祖先是山西的，以前还是地主。申大爷旁边跟着一个道姑，穿着一件灰白色的长袍，姓白，别人都叫她白道姑。道姑后面有个满脸好奇，一直东张西望的小姑娘，是白道姑的徒弟，年纪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姓李。白道姑喊她二丫。白道姑往四周看看，最终把目光定在了我身上，然后问我是不是孙二刘。我还没说话，奶奶就抢先说是的，还一个劲的求白道姑救救我。白道姑说她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能救的话自然会救。她眼睛一直盯着我，然后让我把衣服脱了让她看看。我从小就性格内向，不好意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脱衣服。二丫直接就走了过来，掀起我的衣服直接就脱了下来，说我一个男人还害什么骚。看到我身上的红色之后，屋里屋外很多人都在吸冷气，二丫倒是没有什么异常。脱了我的衣服之后，麻利的把我的裤子也脱了，让我就剩一条裤衩站在那里。我当时别说多难为情，脸上一阵发热，二丫却咯咯的笑了起来，说我跟个娘们似的，居然还会脸红。奶奶看到我的样子，当场就炸毛了，惊慌失色的走过来想抱我，当她的手摸到我身上的时候，马上又缩了回去，嘴里咋呼我的身体怎么冰凉的。我之前并没有发现自己身体温度有什么变化，当奶奶的手摸到我的时候，才发现她的手好像很烫，这应该是我身体温度低的原因。让我也来摸一下。二丫露出一副饶有兴致而且很好玩的样子，然后把手放在了我胸口。不过她摸完之后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反而笑嘻嘻地说：“果然跟一具尸体一样，看来你只能活几天了。”二丫两只眼睛大大的，清澈的跟一湾清泉似的，笑起来还有两个浅浅的梨窝，很好看也很可爱。但是她在说我快要死的时候居然一直在笑，感觉就是在幸灾乐祸，让我对她有些反感。二丫不要乱说话。白道姑责备的看了二丫一眼，说话的语气轻柔温和，让人听起来感觉如沐春风。二丫冲着我吐了下舌头，做个鬼脸，然后回到白道姑身边去了，跟着奶奶把白道姑一伙请进了屋里。这时舅舅他们过来跟我道别，说是出来时间太长了，怕外公担心，回去报平安，顺便把我的情况跟外公说，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转而白道姑对奶奶说，这件事儿的经过我已经大概知道了，但是我现在要去你儿子和儿媳妇的坟头看看，可能还要看看他们的尸体，你看行不行？奶奶连忙答应下来。走到门口，我看到坟山上空的红云还旋绕不散，如沙似雾的漂浮在空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村中蔓延。